我和一个吃软饭的驸马成了亲。更过分的是，这个驸马还哭喊着让我帮他养小妾。谁能想到一招穿越，我竟然穿到了一个棒槌公主身上。公主，小红她无家可归，臣只是想给她一个容身之所。姐姐，我不求名分，只求能伺候姐姐和姐夫。伺候？我府上300个保安，200个厨子，缺你一个端茶倒水的。公主，小红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难道偌大一个公主府就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吗？她吃的很少的。姐姐，我真的吃的很少，一天半个馒头就够了。第一，别乱认亲戚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，我没你这么大的妹妹。第二，既然你表哥都开口了，我也不是那种不讲人道主义精神的周扒皮。公主同意了。同意啊，怎么不同意？铜锤带这位小红姑娘去后勤部报道。既然她说愿意做牛做马，那就先去马棚体验一下生活。马棚公主，这是不是太……太什么？这不是专业对口吗？她自己说要做牛做马的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本宫乏了，要去进行晚间休眠程序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当天晚上，陈金水没回房睡，听说他在马棚陪了小红一宿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在屋子里做瑜伽，陈金水领着小红又来了。给公主请安。姐姐，昨日是小红不懂规矩，惹姐姐生气了，今日特意泡了这杯碧螺春，给姐姐赔罪。停。小红啊，你这工作态度很有问题。什么？我昨天安排你去马棚，那是基层锻炼，是组织对你的考验。结果你呢？旷工迟到，还穿成这样到处乱晃。你知道马棚里的那匹马是公的吗？你穿这么粉，万一他发情了怎么办？公主，小红是来敬茶的，这是礼数。礼数？哪家的礼数是让清洁工给 CEO 敬茶的？我喝茶有专人负责，他有健康证吗？表哥好疼！赵铁林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他只是想尽一份心意。我碰他了吗？大家都看见了啊，我离他2米远呢。这是他自己帕金森综合症发作，手抖拿不稳，关我屁事。再说了，这杯子是宋朝的古董，市场估值500两银子，你表妹这一摔，把它卖了都赔不起，怎么办吧？走保险还是私了？陈金水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赔。好嘞，管家过来记账。驸马爷大气，自愿承担家庭意外损失，从他下个月零花钱里扣，扣完为止。陈金水抱着小红气急败坏地走了。其实这就是昨天我喂猫用的破碗，值个屁的500两。兵不厌诈，懂不懂？这叫信息战。虽然首战告捷，但我知道敌人不会轻易放弃。果然没过几天，府里就开始传出谣言，说公主擅妒虐待驸马的表妹，让人家住马棚，还逼人家赔钱。这些谣言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，我正在后花园指挥几个太监挖坑，准备种点宗姜蒜。公主，那个王小红最近天天往厨房跑，说是要亲手给驸马熬汤。奴婢看她就是没安好心，那汤闻着一股子怪味儿。怪味儿？难道她投毒？那倒不是，就是很补的那种味道。随他去，年轻人嘛，火力旺点好，只要别把厨房炸了就行。晚上陈金水回来了，这几天他大概是在憋大招，对我态度奇好无比。公主今日辛苦了，这是小红特意去市集上买的，新鲜着呢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直说吧，想要啥？是想升官，还是想要最新款的游戏皮肤？哦不，是最新款的文房4宝。陈金水搓了搓手，一脸羞涩。公主，其实是关于孩子的事。孩子？你怀上了？陈金水差点被口水呛死。不是，是我们成亲也3年了，
一直无所出。母亲在老家很是着急，所以……他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所以你想纳妾？他赶紧否认，不是纳妾，就是小红，她身体好，又知根知底，我想着不如让她代劳一下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他看了半天。他被我看得心里发毛。公主，你不同意？同意，太同意了。陈金水，你这思想觉悟很高啊，知道为国家人口增长做贡献。既然你这么想生，那咱们就科学备孕。来人，传太医，给驸马爷全身检查，从头到脚一个零件都别错过，特别是那处要害部位，务必仔细查验，半点疏漏都不能有。看看是硬件配置不行，还是软件驱动有问题。公主，我没病，我真没病。有没有病，数据说了算。这叫婚前，哦不，孕前优生医论检查。为了下一代的质量，你就忍忍吧。折腾了大半宿，最后太医给出结论：启禀公主，驸马爷这是肾虚之症，伤了根本，需禁欲3个月。听见没？禁欲3个月，这期间你别说碰小红了，连母猪都不准碰。好好养你的肾吧，别到时候生出来个次品，砸了我皇家的招牌。禁欲令下达后，陈金水老实了几天，但王小红不老实了，她开始走上层路线。这天我正在账房里核对上个月的伙食费，王小红端着一碗莲子羹进来了。姐姐看您每天这么操劳，妹妹心里真是过意不去。姐姐看您每天这么操劳，妹妹心里真是过意不去。其实妹妹在家乡时也帮着父亲管过几亩薄田的账，如果姐姐信得过，不如让妹妹帮您分担一些。你想管账？只是想帮姐姐分忧。好啊，我正愁这破事儿没人干呢。这天天算账算得我脑仁疼，发际线都后移了。来，全归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府上的首席财务官。谢谢姐姐信任。他以为自己拿到了金库的钥匙，其实那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公主府欠我们粮店300两银子，今天必须结了。还有我们布庄的500两，还有修屋顶的工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王姑娘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公主虽然身份尊贵，但俸禄有限。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张嘴，开销大着呢。这些都是上个月赊的账。那库房里没钱吗？库房里早就空了。公主说了，既然现在您管账，这些事儿就全交给您处理。您看是先还哪一家？还有修屋顶的工钱。他转头想找我，可惜我早就带着春兰去皇宫蹭饭了。最后王小红被债主逼得差点卖身，最后还是陈金水掏了私房钱才摆平。经此一役，两人元气大伤。宫里的请柬，皇后娘娘办赏花宴，这可是绝好的机会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才女。看我这一身3斤金子压顶，这叫贵气，懂吗？到了宴会上，各家千金都在吟诗作对，弹琴画画，气氛很高雅。直到小红上场，她抱着一把古琴，坐在花丛中开始弹奏《高山流水》。这位姑娘是谁啊？琴技如此高超，听说是公主府的亲戚。陈金水在旁边听得满脸红光，腰板都挺直了。好，弹得太好了，这手速不去我们府上当打字员，真是可惜了。听得我都想睡觉了，真是助眠神曲啊！公主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夸你呢，这是最高评价，说明你业务能力强。怎么你不喜欢？那下次我让你胸口碎羊头试试，那个更带劲儿。跟我斗？本宫虽然没文化，但本宫会气人啊，这叫降维打击。赏花宴结束后，王小红在府里闭门不出，号称心碎成了渣渣。我倒是挺忙的，正忙着给我那几盆刚冒尖的大蒜加强防御工事，防止隔壁家的胖橘猫过来进行生化破坏。公主不好了，小红晕倒了。晕了就送去急诊室找我干啥？
我又不是电击除特医，难道我去给他蹦迪他就能行？太医说是喜脉。喜脉？你不是在禁欲期吗？陈金水，你这是违规操作，还是你的身体自带超长待机的存货？那是进行禁欲令之前的事。公主，这可是陈家的独苗，您不能坐视不理啊！这么说，我府上要多一个没有经过审批的编外人员了。随后我大步流星地往小红的院子走。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进行一下工程质量检测。这才几个月就开始搞非法占地了。陈金水，你这个项目进度够快的。公主，医生说了，头3个月最危险，受不得刺激。刺激？我这个正宫都没刺激，他刺激个毛线？既然怀了孕，那就是进入了高级战备状态。春兰，传我的令，从今天起，王小红的院子进入1级封锁状态，方圆100米不准大声喧哗，伙食由我亲自审批，每天必须保证足够的粗粮和蔬菜，防止她营养过剩导致胎儿过大难产，可不好办。姐姐，我想吃燕窝。姐姐，我想吃燕窝。燕窝？那东西就是燕子的口水，不卫生，给它上大白菜，纤维素丰富，有利于肠道原动。为了孩子的健康，王小红，你就克服一下吧。哼，想母凭子贵，先尝尝本宫的绿色有机减肥餐再说吧。陈金水最近很不对劲儿，他开始频繁地出入书房，还老是躲着我跟一些神秘人接头。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搞什么地下武装起义，或者是在密谋一场关于财政大权的政变。这天晚上，他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参汤。公主，这是臣亲手为您熬的补汤，您最近为了小红的事操心太多，得补补。我看着那碗汤里面的参须，在灯光下像是几条挣扎的线虫，气味也有点奇怪，带着一股子类似于过期辣条和洁厕滋混合的味道。陈金水，你确定这是补汤？不是你从后花园汇粪池里打捞上来的生化武器？公主真会开玩笑，这是上等的长白山人参，味道是冲了点儿，但效果极好。公主接过碗端在手里，抬眼看了一下陈金水，发现他的眼神一直盯着我的喉咙。行吧，毕竟是你的一番心意。哎呀，陈金水，你看那是什么？什么？哪儿呢？好喝，真是沁人心脾，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。公主喜欢就好，那臣先退下了。去吧去吧。他一走，我立马凑到那盆仙人掌跟前。只见那盆原本还剩一口气的仙人掌，在接触到那碗补汤后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变软，最后化成了一滩浓绿色的粘稠液体。我蹲在地上，看着那滩雨水，陷入了沉思。如果我现在冲出去找他拼命，他肯定会反咬一口说我诬陷，毕竟物证仙人掌已经壮烈牺牲了。死无对证，我得给他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第二天中午，我拎着一桶加了重料的清热解毒茶去了书房。驸马，昨晚你太辛苦了，本宫也心疼你，来喝的茶降降火。公主，这桶是不是太多了点儿？多吗？不多，这是本宫满满的爱，多喝点，防止你肾虚复发。陈金水整个人像是一只被灌满了水的皮球。当天下午，陈金水就住进了洗手间。听说他拉的连腿都抬不起来，最后是被侍卫抬出来的。小样，跟特种兵身份的我完毒。我在老家挖野菜防中毒的经验都够写一本毒律学大全了。事后陈金水拉虚脱了卧床休息，王小红借口要照顾驸马，整天躲在陈金水的屋里不出来。我觉得这两个人肯定在里面搞什么非法集会，甚至可能在商量如何分割我的遗产，于是决定亲自去进行一场跨时代的窃听行动。我换上了一套黑色的秋衣秋裤，外面套了个马甲，潜伏在陈金水的窗户底下不久，里面传来了压低了的对话声。表哥，那药怎么没起效？那贱人今天还活蹦乱跳的，还把你害成这样。我也不知道，那药是我花大价钱从黑市买的，见血封喉啊！难道
难道他真是金刚不坏之身？我就不信他没有弱点。等我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是陈家的大功臣。到时候你找个机会去找皇上，就说公主不贞。不贞？我天天除了啃肘子就是挖大蒜，我跟谁不争去？跟那3条大黄狗吗？抓贼驸马，发生了什么？贼在哪儿？陈金水裹着个被子哆哆嗦嗦地站在地上，脸上全是冷汗。小红则是钻到了床底下，只露出2只绣花鞋在外面打颤。没贼，是幻听。第2天，我在府里贴了张告示，鉴于驸马最近频繁出现幻听、幻觉等精神疾病，本宫决定全府大排查。针对远房亲戚，每天量3次体温和1次心理疏导。小红看着告示，气得当场就动了胎气。听到这消息，我赶紧让铜锤送去了2筐新鲜的苦瓜，多吃点去火。胎气这东西，拉个肚子就顺了。经过这几次交锋，陈金玄显然认清了形势，他发现硬攻不行，开始转向经济制裁。他想方设法地克扣我公主府的日常开支，甚至连我最爱的酱肘子都给降了级。从5星级大厨制作，变成了路边摊水准，这就触碰了我的底线。春兰，把我那个保险箱。春兰，把我那个保险箱。哦不，把我那个藏宝匣子抱出来。我打开匣子，里面全是这些年父皇赏赐的房产证、地契和金条。铜锤去把陈金水名下的那2家酒楼、3间当铺全部给我低价收购了。公主，那是驸马的私产，咱们没理由强买强卖啊。谁说强买强卖了？我这是战略投资。你去告诉那些掌柜的，如果不卖给我，明天我就让兵马司的人去他们门口搞消防演习，天天演，夜夜演，看谁还敢去吃饭。铜锤领命而去。不到3天，陈金水的经济支柱就全部塌汤了。他气急败坏地冲进我的房间。赵铁炉，你疯了！你知道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吗？驸马，你这话就见外了。咱们是夫妻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我这是帮你整合资源，优化产业结构。你看，现在这些店都挂在我名下，连税都能省不少，这叫合理避税。你这是明抢！抢？陈金水，你克扣我肘子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明抢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府里我才是最高指挥官。想跟我玩金融战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我知道他肯定是去找小红要安慰去了。果然没一会儿，小红就挺着个肚子在院子里寻死觅活。我不活了！公主这是要逼死我们母子呀！挂呀，赶紧挂！铜锤，去帮王姑娘把凳子扶稳了，顺便告诉她，如果一次没成，咱们府上还有备用的绳子，质量绝对可靠，保准见效快，无痛苦。你们简直不是人！演戏都不专业，还想博同情？回去再练2年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红的肚子终于有点显怀了。陈金水也变得越来越沉默，整天缩在书房里，不知在写些什么。我估计他在写举报信，准备在父皇生日那天给我来个致命一击。那真巧，我也在准备一份大礼。这天，我召集了全府上下，召开了一场公主府共工作总结大会。各位同事，各位家属，最近我们府里发生了很多事，有人怀孕了，有人拉稀了，还有人想上吊了。这说明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还不够完善。所以为了迎接父皇的万寿节，本宫决定在府内举办一场家庭和谐成果展示会，到时候我会邀请父皇母后以及朝中百官亲临指导。你要请皇上过来？对啊，咱们陈家添丁进口这么大的喜事，怎么能不让父皇知道呢？我还要亲自向父皇申请，给小红讨个名分。
公主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妹妹，这些日子委屈你了。等父皇来了，我就说这孩子是上天赐给我们大周的吉祥物，到时候你就是大功臣。姐姐，我以前真是误会您了。没事没事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两家话。陈金水，你也准备一下，到时候给父皇献个礼。陈金水眼里重新了希望，但他不知道万寿节那天会有很多惊喜等着他们。铁梨啊铁梨，你真是个天才。万寿节的脚步近了，府里的气氛鸡飞狗跳。万寿节的脚步近了，府里的气氛鸡飞狗跳，演变成了暗流涌动。我发现陈金水最近的发型都支棱起来了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忧郁的眼神，估计是想在父皇面前演一出深情驸马受气包的戏码。而王小红更是进入了战斗模式，她迷恋上了各种宽大的孕妇装，走路时手扶着腰，挺着那个全是脂肪的肚子，在府里横冲直撞，连大黄狗见了他都得绕道走。此时春兰一边给我剥瓜子，一边进行情报汇报。公主，陈金水昨晚又在书房写到深夜，奴婢偷偷瞄了一眼，上面写着什么公主跋扈无视礼法之类的，看样子是准备在御前告状呢。我吃着瓜子仁，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母猪的产后护理，让他告去，他写他的举报信，我挖我的大蒜，大家各司其职，互不干涉，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基石。公主，您就真一点不担心，万一皇上信了呢？春兰，你太小看我那个父皇了，他能在那个位子上坐稳20年，靠的可不是听信谗言。再说了，我给陈金水准备的物质文化大礼包也该拆封了。随后，我带着春兰去了陈金水的书房，在一堆圣贤书里面塞进去了几封信，信封上没字，但里面的内容很有趣。那是我找京城最擅长模仿笔记的老李头，用陈金水的字体写给敌国某位将领的情书。大意是家里公主太胖，皇上太凶，我想投靠你们，顺便把京城的布防图当投名状。公主，这是不是玩得太大了？大吗？这叫战略欺骗。他想让我死，我只是想让他去边疆支教。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操！我又在书桌底下粘了一个小布包，里面装着几颗不起眼的药丸，那是我从西域商人那儿弄来的，吃了之后会出现类似怀孕的症状。这是给王小红准备的补药。第二天，小红的院子里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干呕声，陈金水高兴疯了，鞋都没穿好，赶紧冲到我屋里报喜。公主，小红反应大了，太医说这绝对是个男孩，力气大着呢。话外传出平静的女声，我正在慢条斯理地喝着八宝粥，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怎么了，公主？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一条大青蛇盘在王小红的肚子上。那蛇对我说，它是来报恩的，但它怕冷，得熏艾草49天，否则孩子会变成蛇精。蛇精？对，为了我大周皇室血统的纯正。铜锤，带人去小红院子里架起艾草堆。属下遵命，这就去办。每天熏3班倒，不准停。于是我命人在小红的院子里熏了3天3夜的艾草，浓烟滚滚，熏得鸟都直翻白眼。小红在屋里咳得撕心裂肺，陈金水在外面急得团团转。公主，这烟味也太大了，小红快撑不住了。忍着，这是驱邪，是对孩子的洗礼。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？不经历烟熏怎么当真龙？其实我是在给那些药丸打掩护，它能加速那种假孕症状的爆发。果然到了第4天，小红的肚子突然鼓了起来。陈金水以为是胎儿发育凶猛，他对着我请来的那个兽医伪装的神医鼎力膜拜，高兴的差点没去祖坟烧高香。神医，真是神医！见此我憋笑憋得肚子疼。万寿节前3天，父皇派了大太监宋公公来府里慰问。陈金水觉得机会来了，他拉着宋公公一脸委屈地往书房带。公公，臣有些心里话想托您带给皇上。公主她实在是让臣难为啊。驸马爷有话请讲，老奴一定带到。我在暗处看着他们进了书房，
陈金水一进去就开始翻箱倒柜，准备拿出他那叠厚厚的举报信。公公，您看，这都是公主这些年的……他的话没说完整，个人就实话了，因为他从书架里抽出来的不是举报信，而是我塞进去的那几封通敌密信。驸马爷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的，不，这是我的字，但内容……大胆陈金水，你竟敢私通敌国！来人，给我搜！3、5下就从书桌底下搜出了那个小布包，里面除了药丸，还有一块敌国的令牌。冤枉啊！公主救命啊！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陈金水，你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？公主受惊了，这陈金水狼子野心，竟然想卖主求荣，老奴这就带他进宫，交给皇上发落。不，公主，是你陷害我！驸马，你疯了吗？我天天给你买肘子，给你请神医，你居然反咬一口，我的心好痛，感觉要碎成红烧肉了。带走！陈金水被像死狗一样拖走了。我拍了拍裙子上不存在的灰，转头看向躲在柱子后面瑟瑟发抖的小红妹妹。驸马进去了，你那肚子里的吉祥物可得好好保重啊。万寿节当天，整个皇宫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陈金水因为通敌嫌疑被关在慎刑司，暂时没放出来。赵铁离穿上了那件最显胖、最俗气的大红袍，带着一脸虚弱但坚强的王小红进了大殿。父皇看起来精神抖擞，但眼底透着一股子审视的冷芒。儿臣给父皇请安，祝父皇福如东海，万寿无疆，每顿都能吃2个猪蹄。铁离啊，你这祝词还是这么朴实无华。父皇，虽然陈金钱那个不争气的犯了错，但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您看，这是陈家的后，也是您的外孙，已经5个月了。文武百官都开始窃窃私语，小红战战兢兢地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5个月？朕怎么记得陈金水进京才半年？是啊，这说明驸马爷身体好，一发入魂效率极高。父皇听到我说的虎狼之词，脸都黑了。铁离别胡说，这是驸马的表妹小红，她对驸马那是一片痴心。儿臣想着，既然有了骨肉，就带来给父皇看看，沾沾您的喜心。小红别怕，父皇最是仁慈，快给父皇展示一下你那个吉祥物的活力。小红被我架到了这个位子，骑虎难下。民女谢主隆恩。就在这时，殿外传来一声高喊：驸马爷带到！陈金水被放了出来，他在慎刑司待了3天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看起来惨不忍睹。皇上，臣冤枉，臣真是被陷害的。小红，孩子还在吗？小红看着他，眼泪唰的就掉下来了。我坐在旁边，拿起一块点心，闷闷悠悠的嚼着。铁离，你说陈金水通敌，有书信为证，但他说是你陷害的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父皇，儿臣这个人脑子笨，不会弯弯绕。既然驸马说我陷害，那咱们就一件件来。通敌的事儿可以慢慢查，但陈家后代的事儿可等不得。小红妹妹，你说你怀了5个月，但我看你这肚子怎么每天都在变大？今天早上看着还像个皮球，现在看着倒像个大冬瓜了。我这是因为紧张能让肚子膨胀。铜锤，把我准备的那盆特效化胎水端上来。父皇，儿臣请了位高人，这水能感应天命。如果是真龙传人，这水会变红；如果是妖孽作祟，这水会冒烟。我这一通胡扯，把满朝文武都听愣了。父皇也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那就试试。皇上，这是妖言惑众！皇上，这是妖言惑众！
小红怀的是臣的亲骨肉。亲骨肉那就更不怕事了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小红那个硕大的肚子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瘪下去了。哇，父皇您看，这孩子缩骨功练得真好，一定是个练武奇才。陈金水、王小红，你们竟敢欺君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臣不知道，臣真不知道，是他骗我的。小红看着我，眼里全是恐惧。妹妹药效过了，肚子胀气消了，感觉舒服点了吗？父皇，看来这吉祥物不太想跟我们见面。至于通敌的事，儿臣觉得，这种连自家表妹怀没怀孕都分不清的蠢货，敌国估计也不敢要，那是拉低他们的平均智商啊！哼，来人，给我查，把陈家祖宗18代都给我翻出来！陈金水和小红被侍卫拖下去了，这一次是往天牢里拖。父皇生日快乐！这出戏您还满意吗？父皇生日快乐！这出戏您还满意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铁梨呀，你这颗大锤砸得还真准。但我知道这还没完，陈金水背后似乎还有一条更大的鱼。这天，公主拎着一个特大号的食盒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阴森森的牢房。陈金水见公主过来，他眼里爆发出绿光。铁梨，你是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向父皇求情了，对不对？赵铁梨没有搭理他，反而在地牢门口做起了火锅。救你，陈金水，你这个项目已经进入清算阶段了。我这次来是进行最后的人道主义关怀。来，看着我吃，这叫心理脱媒训练。你以后在地底下就靠这个回忆取暖了。王小红缩在另一个角落，肚子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饥饿轰鸣。赵铁梨，你这个疯子，你不得好死！王小红，你这个企业文化培训的不行啊，死到临头还在搞职场霸凌。你们以为进了牢房就结束了？告诉你们，这才是新一轮资产核战的开始。陈金水，你交代吧，那些通敌的信。陈金水，你交代吧，那些通敌的信虽然是我塞进去的，但你书房地砖下面埋的那3万两税银，可不是我放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本宫在府里挖大蒜的时候，偶尔也会进行深层土壤勘探，那银子上印着梁王府的标记。陈金水，你这是跳槽到了敌对公司，还顺手带走了老东家的商业机密啊！陈金水眼里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熄灭了。后来陈金水交代出是梁王指使他做的一切，梁王其实想通过他败坏我的名声，引发父皇对我这个嫡长公主的厌恶，从而动摇皇室根基，给梁王造反打前站。陈金水，你说，如果我把这些证据交给父皇，你是会被凌迟呢，还是被做成腊肉挂在城墙上当警官？好好享受你最后的午餐味道吧。铜锤，收工。赵铁梨走出天牢，看着外面的月亮，亮得晃眼。铜锤，给兄弟们发奖金，今晚加班，咱们去梁王府搞个突击安全检查。公主，咱这是去抄家？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咱们是去退货索赔。梁王叔叔送了我这么大一个陈金水，差点毁了我的家政服务口碑，我不得找他要点维修费？到了梁王府，大门紧闭，公主直接从铜锤手里接过重达80斤的青铜大锤。到了梁王府，大门紧闭，公主直接从铜锤手里接过重达80斤的青铜大锤。梁王叔叔，开门拿快递啦！公主抡起大锤，对着那2扇大门气势全开，势不可挡，木屑横飞，大门瞬间变成了一堆废木头。王府里的侍卫们火急火燎地冲了出来。随后，梁王赵德一脸慈悲地从正堂走出来，但那双眼睛阴沉的可怕。哼，铁梨，你这是作甚？哎呀，叔叔，您还没睡呢。陈金水在牢里念叨您呢，说您给他那3万两银子成色不太对，让我拿回来跟您换换。你胡言乱语些什么？陈金水犯的是欺君之罪，与本王何干？没关系啊，
那这封盖着您私印的欠进表，也是我在大蒜地里挖出来的。叔叔，您这业务扩展的挺广啊，都准备自行创业当老板了。随后，公主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帛书。梁王看到公主拿的那张帛书，这下彻底不装了。拿下这个疯女人，擅闯梁王府，意图行刺，格杀勿论。铜锤开弓。对待这种不讲商德的老赖，咱们就得用物理清算。场面一度变得非常混乱，我挥舞着大锤，在梁府里横冲直撞，看见贵重的瓷器就给一锤，看见精美的屏风就给一脚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梁王府就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垃圾分类现场。梁王被铜锤提着像小鸡一样。铁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就是来告诉您，您的那个项目黄了，投资人撤资了，陈金水这个项目经理也要被开除了。您呢，就乖乖跟我进宫，跟父皇解释解释这个创业计划书吧。第二天早朝，气氛十分肃杀。父皇坐在龙椅上，看着跪在大殿中央鼻青脸的梁王，又看了看拎着大锤正在抠牙缝的我。铁梨，你昨晚去你梁王叔家拆迁了？父皇瞧您说的，我是去进行安全检查，结果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叔叔家里藏了好多违禁物资，还有一份关于换届选举的虚假方案。公主把梁王的那些密信账本，还有那张劝进表，一股脑全呈了上去。文武百官有几人当场就开始冒虚汗，腿软的跟面条似的。皇帝也翻着那些证据，脸色从野青变成了漆黑。好一个梁王，好一个陈金水，你们把朕的江山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你们自家的菜园子了？想种什么就种什么。梁王趴在地上抖成了一团烂泥。皇上，臣是被陈金水蒙蔽了，都是他撺掇臣的。撺掇？叔叔您这个智商，如果随便被个软饭男撺掇两句就要造反，那您这辈子活得也太降智了。我看您想当 CEO 想疯了，连自家侄女的伙食费都惦记。还有几位大人别躲了，你们在梁王府的投资份额账本上可都写得清清楚楚，是自己站出来离职呢，还是等我拿大锤去给你们家进行装修服务？传旨，梁王赵德私通乱党，图谋不轨，削去爵位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幽禁。陈金水、王小红欺君罔上，私通敌国，赐死。我听着这个判决，心里没有什么波澜，甚至还想吃个煮鸡蛋。公主听完判决，脸上突然闪过一丝精明的光芒。父皇，陈金水那些酒楼，不如就都拨给儿臣吧。儿臣准备搞个公主府餐饮集团，收留流浪猫和退伍老兵。拿去，只要你别再拎着大锤在京城乱晃，朕什么都答应你。谢父皇，祝父皇万寿无疆 ，KPI 年年爆表。说完，公主欢天喜地地退下了。陈金水和王小红行刑那天，天气阴沉沉的。两人在刑场之上被处决。那时我坐在公主府的凉亭里，面前摆着一大盆剥好了的虾，铜锤站在一旁小声地汇报着：公主，都处理干净了。陈金水死的时候还在喊着要见您，说他真的爱过你。爱我？他是爱我公主府的银子，爱我父皇手里的权力。这种廉价的情感，连我家大黄狗的磨牙棒都不如。王小红死得挺安静，听说她最后一刻都在摸着自己的肚子。公主，梁王府查封了，搜出整整30车珠宝。皇上说让您先挑3称。哇哈哈！父皇真够意思。走，铜锤，带上兄弟们，咱们去挑宝贝，挑最亮、最重、最值钱的。咱们公主府要进行资产重组，目标是成为大周第1豪门。半年后，京城最繁华的地段，开了一家叫大锤连锁自助火锅城的店。据说这家店的规矩很奇怪，不准浪费粮食，浪费1两罚款10文，不准在店里谈论政治，违者直接由门口那个叫铜锤的壮汉扔出去。最重要的是，
如果有男人带着小三或者表妹来吃饭，老板娘会亲自出来服务。服务项目包括现场表演大锤砸坚果，以及免费赠送渣男消失套餐。公主坐在3楼的包间里，看着楼下络绎不绝的客人，心里满是成就感。春兰，这个月的 KPI 达标了吗？灰公主，营业额比上个月增长了20%，咱们的酱肘子卖断货了。好，给大厨发奖金。顺便告诉他，新研发的大蒜味口香糖可以上市了。咱们要走差异化竞争路线。正说着，楼下传来一阵喧闹，我探头一看，是个穿着华丽的富家小子，正在对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动手动足。这是谁家的熊孩子？没经过素质教育吗？铜锤，别拦着我！本宫好久没进行社会和谐维护工作了，手都痒了。我直接从3楼跳了下去，半空中我的大红袍在空中猎猎飞舞。全樱花，赤熊之战破！狗东西，吃本宫一锤！